印度的军队是印度四处挑事的资本，印度军队在全球军力排名上仅次于美俄中，位列第4。可能我们国内大多数人对印度军队的通常印象是装备万国造，人员成分混乱不堪，战斗意志薄弱，常年打不下巴基斯坦。除了摩托化步兵比较厉害之外，基本没有什么可取之处。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印度军队的实力究竟如何？是强还是弱？今天我们就从历史、战绩、实力等方面来评估一下印度军队，以及它能否当得起这个世界第4。印度在历史上其实是一个地理名，印度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是在1947年印巴分治的时候，但印度建军的历史要比这个早得多。18世纪后期，英国殖民印度的时候，就开始在英属印度招兵买马，建立殖民地军队。印度宗教色彩浓郁，当时殖民地军队的成分也比较复杂，主要以印度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为主，还有一批来自尼泊尔的库尔喀雇佣军。彼时隶属于英国的印度陆军是大英帝国的重要力量，曾经参加过英缅战争、英阿战争、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20世纪初，有130万印度部队站在了协约国这边，参加了第1次世界大战。第2次世界大战时，也有超过2.5万的印度部队协助盟军。印度军队在二战中付出了大约8700名士兵的伤亡。1947年，印度独立的时候，英国人将4个库尔喀团划归了英国陆军，将占军队1/3数量的穆斯林军队划给了巴基斯坦，其余的印度教军队和锡克教军队则归属到印度，这也是当今印度军队的起源。严格来讲，印度军队和巴基斯坦军队这对整天打打杀杀的宿敌是同根同源的，70多年前曾是一家，两国在军队制度、武器装备、训练等方面相似度极高。我们再来看一下印度军队的战绩。印度有一个师曾跟随蒙哥马利将军在北非打赢了隆美尔，这件事情被印度夸大，不断的拿来吹嘘。但我们知道，蒙哥马利是在后勤供给源源不断、军队装备数量都处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打赢了几乎弹尽粮绝的德意联军，这本身就不值得吹嘘。而印度军队只是派出了一个师的兵力跟着英军打打酱油，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出的战斗力甚至遭到了意大利军队的鄙视，按理说这更没有什么可吹的。可印度军队好大喜功，愣是把打赢隆美尔的功劳算在了自己头上。对此，其实我们也不必嘲讽谴责，更多的应该是给予同情，因为这是印度军队为数不多的能拿得出手的战绩。独立后，印度军队的战绩就比较难看了。除了在第3次印巴战争中压制住了巴基斯坦军队，把东巴基斯坦分裂为孟加拉国外，基本没打过什么大胜仗。在前2次印巴战争中，印度军队都和巴基斯坦打得有来有回。还有1962年，印度用精锐部队蚕食我国边境领土，挑衅我军，结果被解放军边防部队打得抱头鼠窜，狼狈不堪。印度军队的历史战绩可以说是相当差。说完战绩，我们再来看一下印度军队的实力。据2020年的数据显示，印度现役部队的规模是136万，在数量上仅次于我国的200多万，美国的140万，超过了俄罗斯，排到世界第3。其中印度陆军有110多万人，被编为了东西南北中5个军区，有4个集团军、35个师、15个独立旅以及各种特殊作战兵团。印度陆军装备有3500辆坦克、1300辆步兵战车和装甲输送车、4200门牵引式火炮、300门自行火炮和多管式火箭炮、300架直升机以及上百部无坐力火炮和导弹。从规模上已经压制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陆军。印度海军有5.5万人，包括5000名航空兵和2000名陆战队，是印度洋的第1大海军。海军装备有2艘航空母舰维拉特号和维克拉玛蒂亚号，11艘驱逐舰、19艘护卫舰、19艘潜艇和20艘各类支援舰艇。印度的2艘二手航母买自英国和俄罗斯，由于买入的较早，印度也成为了2战后亚洲第1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第3次印巴战争中，印度航母在切断东西巴联系、击败巴基斯坦海军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一直有一个深海梦，并且从未放弃发展航母。印度海军的实力暂且用不容小觑形容。印度空军兵力约13万人，拥有180架直升机和1400架包括战斗机、运输机、预警机、加油机在内的各类飞机。此外，印度空军还拥有38个萨姆导弹部队，装备有各种类型的地空导弹、空地导弹和空空导弹。放眼南亚，或者说放眼全球，印度空军都称得上是一支强大的部队。印度还拥有110万的准军事部队和200多万的后备力量。与很多国家不同，印度的准军事部队是正规部队的辅助力量，平时担任巡逻、维护治安的任务，战时则直接编入正规部队。看完了规模，我们再来瞧一下印军的武器装备。
印度武器被调侃为万国造，但放眼世界，印军的装备精良程度是数一数二的。印度对军队很舍得花钱，他从不吝惜从各个国家购买新型的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但不限于美国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C-130、C-17大型运输机，法国的阵风战斗机、幻影2000战斗机以及俄罗斯的苏30 MK。此外，印度还装备了大约100枚核弹头。这些万国造让印军在面对主要国家时，在装备质量上不落下风。很多国家的军队受限于财力，只有规模没有装备，比如很多亚非国家，也有很多国家拥有强大的科技，但国家体量太小，规模一直上不去。比如英法等欧洲国家同时具有庞大的规模、不俗的武器装备，大概是印度能坐上世界第4军事强国宝座的原因。那为何一说起印度军队，我们都觉得没那么可怕，甚至有些想笑呢？那是因为印度军队有很多十分明显的短板，且听我一一道来。首先是战斗意志的问题，不管是肩负着人民期望的中国解放军，还是承载着昔日荣光的俄军，亦或是有世界第1称号自豪感的美军，打起仗来迸发的战斗力都十分惊人。再来看印度这边，前面提到过，印度军队起源于英国的殖民地军队，和英国正规军的公民军队性质不同。殖民地军队是雇佣军的形式，对大部分殖民地军队的士兵而言，在这里当兵只是为了混口饭吃。独立后的印度并没有摆脱雇佣军的思想桎梏，曾经印度军队的服役期至少15年，当兵在印度成为了一种职业，甚至很多人在退役后还能让儿子接着干。没有信仰和凝聚力，以挣钱为目的的军队自然不会有太强的战斗意志，在遭遇困难时很容易崩溃。不仅如此，印度还在英国殖民军的基础上对这种制度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为军队套上了种族和等级制度的枷锁。印度军队中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大都是低种姓人，高级军官基本上被高种姓人霸占，低种姓人士没有晋升渠道，基本上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很多人开始在军队混日子，而且等级歧视和种族歧视让欺凌侮辱士兵的现象时有发生，印军内部显得很不和谐。再来说一下印度的万国造，这也是印度军工能力十分低下的问题。前面提到过购买先进武器的优点，现在来说一下更为明显的缺点，比如武器不兼容。印度军队装备了大量的美制武器、俄制武器、北约武器，甚至中国武器。不同的武器系统让印军的武器整合度不高，很显然这会大大影响军队的协同效率。系统越复杂越容易出问题，对印军而言是一个不小的隐患。武器不同，操作方式自然也不同，这就给原本军事素质不高的印度士兵出了一个大难题。不知道印度经常摔飞机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再比如，军工能力太过薄弱，就无法进一步解析或者开发先进武器。美国和俄罗斯当然不会把最新型的武器卖给印度，只有开发出了更先进的武器，他们才会把淘汰掉的或者相对比较落后的武器拿来出售。印度没有完整的军工体系，就没有造出世界先进武器的可能。换句话说，印度永远只能使用别人玩剩下的装备，欺负小国还可以，面对世界大国，科技含量就显得十分落后。最重要的一点，万国造很容易受制于人。虽然印度努力发展自己的军工，但国产武器在印军装备中的占比仍然不到40%，这就决定了印度军队的弹药很难得到及时补充，持续作战能力十分欠缺。而且一旦把储备弹药打光，其他国家再拒绝出售武器，拿军火卡印度的脖子，印度就会十分被动。为什么我们觉得印度弱？还有一点原因是我们潜意识里在拿印度和一些世界大国来跟我们自己做比较。军事实力排在印度面前的国家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三国军队都具有不小的规模、顽强的斗志和独立的军工，可以说是领跑全世界。印度在三国面前几乎毫无优势可言。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英国、法国和日本，这些国家的军事排名在印度之后都是世界强国。从军事科技上来讲，这些国家是稳压印度一头，但就吃亏在规模远远不够，而且国土面积太小，没有战略纵深。近年来，英法国势不顺，不断裁减军队和减少军事支出，曾经让英国引以为傲的皇家海军，如今也没剩下几艘船了。在面对印度军队时，可能真的占不到便宜。假设一下，印度和这些国家相邻，并且双方单挑，如果这些国家不能在第一波攻势中对印军形成压制，摧毁掉印度空军的反击能力，就势必会遭到印度100万军队的自杀式平推。战役的关键点就变成英法日能否在狭小的国土面积上利用科技优势的军队打到印度耗光弹药，或者主动投降。当然，我更想知道印度和法国谁的投降速度更快。
当今世界的军事实力排名中，美俄中三国领跑，并且遥遥领先，甩开后面一大截，这是毫无疑问的。三国都在比谁更加优秀。从印度开始往下的国家，强归强，但短板都十分明显。一旦爆发冲突，基本上就是比谁更烂。这也决定了这些国家只能是地区大国，而不能成为世界性大国。综合来看，印度军队的实力比上不足，比下5-5开或者6-4开，排名到第4还是比较中肯的。但排名也只是纸面数据，真正打起来的话，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结果是很难预料的。曾经的欧洲第1陆军法国、世界第3军事强国越南、世界第4军事强国伊拉克，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对比中国，印度是不强，但战斗力还是有的，并没有弱到很多人口嗨的那个程度。印度表现出来的大国野心，也的的确确构成了许多不稳定因素。俗话说，好战必亡，忘战必危。我们应该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严阵以待，时刻做好准备，保卫国家的稳定和安宁。如果未来极右翼掌控了德国的政坛，德国也将会追随英国的脚步退出欧盟。一名德国的极右翼政客这样声称，这个消息立刻在世界各国的舆论场上掀起了一股惊涛骇浪。如今的欧盟这个组织本就是靠法国和德国这2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在苦苦支撑着。如果德国突然宣布退出欧盟，那必然会使欧盟的国际信誉遭受沉重打击。那么当初欧洲各国为什么会成立如今的欧盟组织呢？德国又在欧盟组织内部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未来的德国政府难道真的有可能抛弃欧盟吗？在人类的历史上，欧洲绝对是战乱最频繁的地区之一。由于欧洲没有像古代的中国一样实现真正的大一统，整个欧洲的历史都是一匹糊涂账。虽然德国、法国、荷兰、英国等国的贵族彼此之间都有着难以言说的血缘关系，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打着各种旗号争权夺利、抢夺地盘。近代以来，从欧洲爆发的2次世界大战更是将整个世界都拖入了残酷且血腥的泥潭之中。经过第2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人们见识到了原子弹的恐怖威力。从此以后，战争的选项终于被各国束之高阁了。然而，欧洲各国的领土面积本就非常有限，如果不进行对外扩张战争的话，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无法靠着手中已经掌握的土地存活下去。思来想去之下，所有的欧洲政客决定抱团取暖。1946年9月，英国首相威斯顿·丘吉尔率先提出要成立一个所谓的欧洲合众国。但此时，欧洲各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主体民族，在20世纪，民族国家的概念也已经成熟了。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愿意将自己的命运交由他人来掌控。即便是人们真的成立了丘吉尔口中的欧洲合众国，各国对于权力的分配问题也存在巨大的争议。最终，还是法国和德国这一对世仇促成了欧洲共同体的设想。由于历史上德国和法国经常会因为煤炭和钢铁资源交战，所以在德法2国主导下成立的欧洲共同体也被称为欧洲煤钢共同体。1952年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也成为了后来欧洲联盟的雏形。1957年，欧洲各国又成立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到了1991年12月，如今人们所看到的欧洲联盟才终于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从始至终，德国和法国都在欧洲联盟内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欧盟成立之后，这2个国家也在欧盟内部享有无可比拟的话语权。甚至有些时候，德国和法国的政治领导人可以直接推动欧盟内部议程的通过与运行，这也使得欧盟受到了一些小国家的诟病。但随着世界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股保守主义的风潮，要求退出欧盟的声音也逐渐变得响亮了起来。很快，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后，德国政坛内部也有政客打算站起来响应这种声音了。根据英国媒体《金融时报》公布的消息显示，日前，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的领导人爱丽丝·魏德尔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坦言称，如果极右翼能够执掌德国政坛，他必然会带领德国脱离欧盟。此后，魏德尔还表示自己对于先前英国保守党政府带领本国脱离欧盟的做法非常赞赏，他认为在脱欧方面，德国的确应该向英国多多学习。魏德尔表示，当前德国社会当中出现了大量的难民，这给普通德国民众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同时，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的问题也在困扰着德国民众。很快，魏德尔的这番发言就在德国社会中引发了强烈的讨论。一些人指责魏德尔的言论是在出卖德国的国家利益，但还有不少人对魏德尔的发言表示了支持。在魏德尔的支持者看来，德国在加入欧盟的这些年当中付出的东西远比得到的利益要多得多。如果德国能够脱离欧盟的序列，独自在国际上与他国竞争，兴许能够取得不错的成果。但魏德尔的反对者认为，
魏德尔和德国选择党如果真的带领德国脱离了欧盟的序列，将会使德国在政治上被彻底矮化。德国好不容易靠着欧盟提高了自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分量，如果魏德尔贸然退出欧盟，将会使得德国直接失去由欧盟带来的一切政治权利和国际政治地位。前几代德国领导人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政治成果也将毁于一旦。德国媒体《经济周刊》则表示，魏德尔这是在试图将复杂的德国社会问题用情绪化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他发表这番言论只不过是想引发大众对他的共情，从而更方便替自己和德国选择党捞取选票。况且英国脱欧之后所面临的糟糕景象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当初不少人天真的认为，一旦英国脱离了欧盟的序列，英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就会迅速好起来，但现实却狠狠地甩了他们一个响亮的耳光。如果未来德国真的追随英国的脚步脱离了欧盟，那么这将会造成一种两败俱伤的结果。一方面，欧盟失去了德国这股关键的力量，整个欧洲的政治力量配比也将会因此失衡。而另一方面，德国退出欧盟之后，势必要面临其他欧盟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壁垒，到时候光是高额的通关费用就足以要了德国企业的命。德国人历来主张以制造业立国，而欧盟的内部市场机制为德国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和一整套畅通的销售渠道。如果德国退出了欧盟，又有谁能够为德国企业提供这样的便利条件呢？很显然，所谓脱欧的言论在德国的政坛当中是绝对的禁忌之言，这一点身为德国选择党领袖的魏德尔也不可能不知道。可是他既然明知如此，为什么还要选择冒天下之大不韪亲眼脱欧呢？其实随着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的风波，一同传开的不仅仅只有生物学上的病毒，还有民粹主义这种政治病毒。虽然包括德国在内的很多欧美国家都自诩为民主国家，但有时候政治精英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民众在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容易被误导，也是非常短视的。很多时候参加竞选活动的普通民众并不在乎他们的选票究竟能够给国家的未来带来多大的改变，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有眼前的利益，他们也只愿意听自己想听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各路政客自然也就会投其所好地对民众发表演讲，因此很多登上正式舞台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本身并无采写，只不过是个光会耍嘴皮子的政客而已。如今西方国家所谓的选举政治已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每一个民众都在为自己手中的投票权而狂欢，政客们为了迎合民众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由此整个国家便陷入了一个严重的死循环之中。魏德尔当然知道有关脱欧的言论在德国是绝对的禁忌之言，但他也同样知道自己所发表的这番言论代表了很多德国社会底层民众的心声。正是由于德国政坛一直都被政治倾向较左的高层知识分子所把控，身处底层的德国民众对于如今的德国政府早就已经产生了厌烦的心态。这个时候，如果魏德尔能够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主动站出来说出他们的心声，那么魏德尔一定会在他们的心中树立起一个伟岸的形象。对于万布来说，就算魏德尔和他所代表的德国选择党并没有能够在德国的大选中脱颖而出，那到如今所发表的这番关于脱欧的言论也足以让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政党在德国政坛中出圈了。如今不光是德国刮起了一股保守主义的风潮，法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也出现了大量支持右翼言论和政治观点的民众。在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浮躁情绪之下，人们早就已经厌倦了如今的政府和政策，心怀不满的民众非常想要改变现状，但至于改变之后的状况是否会比现在更好，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早在几千年前，西方的哲学家柏拉图就已经为人类社会描绘出了一幅美好的政治图景。在柏拉图看来，政治和外交应该是由精英涉足的领域，因为普通人的行为常常会被情绪所左右，而作为代表一个国家利益的政治人物，必须要保持足够精细的头脑和灵活敏捷的思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魏德尔的言论在德国国内引发激烈的讨论，也是德国社会乱象的一种具体体现。但德国未来的发展之路到底该如何走下去？按照德国当前的政治体制，这一切还需要由德国的民众去做出决定。毫不夸张地说，如今的德国正站在一个决定自身和欧盟组织命运的十字路口。接下来的德国民众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还需要历史和时间来给予印证。